接着聊，接着聊我做自媒体失败的经历。把车停在一个海边小镇，然后找一个舒服的角落，跟大家聊。好大风啊！带一些东西过来吃。带了一盒海鲜，然后一盒蓝莓，下面有些 mozzarella 就是意大利一种非常经典的奶酪。好大风，一定要注意，不要让风把垃圾给吹跑，不然等会跑出去捡都不一定捡得到。这该死的浪漫理想主义，矫情。海鲜有虾，这种大虾，还有三文鱼。蔬菜沙拉，好吃。这种是我最喜欢吃的奶酪，来意大利一定要买这种当地的奶酪，它是水牛乳酪，就是比大多数的奶酪都要清淡很多，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所有奶酪之中几乎可以算是最高的。我带的这个是一盘蔬菜沙拉，然后这个海鲜还是蛮好吃的，就是有三文鱼啊，是超市里买的新鲜烟熏三文鱼。好吃。跟这个还有核桃。还买了一瓶小酸奶。你们会舔酸奶盖吗？我这里买的蓝莓超级大颗的，这么大颗，把蓝莓放到酸奶里面是最佳的搭配。我经常都这样吃，然后还可以加点核桃进去。好脆啊！我感觉这个在超市里面买的海鲜比昨天在那个贵价餐厅吃的还要好吃，就是那一碟海鲜。还有这一大盆沙拉，还有酸奶呀、坚果，各式各样一堆东西。我买这一堆东西好像是20欧元吧，在超市买的，
昨天吃的那一餐是200欧元，但是不一样，不能这样子去衡量，因为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偶尔享受一下消费主义带来的快乐也是很不错的，就各有各的好。就早上说完了做自媒体我觉得比较难的几个点，然后再说一说我觉得总结一下自己做的不好的几个点吧。我觉得我的视频更新速度太慢了，就是像 B 站啊还有抖音这些要保持粉丝粘性的话，其实是应该每天更新，或者是至少每周要更新2-3次，但是我就是人就是很矫情，就是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些要求，又想要它画质好啊，然后又要音乐配得好啊，各种就有一些没什么卵用的要求，这就导致效率太低了。因为每次制作视频其实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的，然后我还很多此一举的制作了很多语言的字幕，因为想要吸引全世界各地不同的观众。我的字幕很多都是自己亲自翻译的，就没有用自动翻译，这又是一个耗时间了。一边吃一边说啊，我看抖音上面有很多人都是做这种一边吃一边口播的视频，其实他们也是演的啦，就你真正要吃的话，其实会很丑，就不可能吃的那么好看。我又不是颜值主播，大家知道这个菜吗？火箭菜，有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它的味道，是超级奇怪的一个味道 ，rocket。给你们看看幕后的故事，因为今天风比较大嘛，我怕相机架在三脚架上会被风吹倒，所以就固定在这个岩石上面，这个刚好卡住一个位置，不然也肯定会被风吹倒。那在这里吃东西真的还是挺享受的，主要是一点也不晒。恭喜收场。吃饱了以后，打算去旁边的 Rocca 小海湾游泳。Rocca 是位于意大利南部普利亚沿岸的一个考古圣地，距离巴洛克小镇 Lecce 26公里。我开车过来约半个小时。这里出土了很多迈锡尼文明时代的陶器，还有很多值得欣赏的青铜时代建筑群遗址。但是更吸引我的是这里清静的海滩，还有超级多适合游泳的漂亮小海湾。这一带相对于意大利的其他著名海岸城市，算是比较小众的目的地，游人很少，停车巨方便，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很少外国游客。我的设备很多都是防水的，还有这个防水的包包，手机啊、车钥匙都在包包里。我现在就躲到一个小海洞里面，然后等会要到外面去游泳，把头发弄好。好多帅哥美女哦，这里。他是要从海里面淌一段水游过来，才能走到这个小海洞里面，然后等会要到海里去游泳。因为今天浪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其实不是很适合游泳。
是一个小海湾，但是今天风实在是太大，即使在这个海湾里面，其实还是很大浪。平时其实是很风平浪静。哦，有点冷了。哇，太阳快要下山了。哇，这里还有高速的那种潮海风。这里也可以看到外面去，如果涨潮的话就出不去了。我的包包就放在外面，没人看管，还是不要玩太久了，等会儿包包被人拿走了都不知道。包包还在这里。有点冷了。刚刚就是在这里。好大风！刚才手机差点被相机吹倒，手机差点被风吹倒了。在岸边吹头发，好无语。刚才明明都已经构思好了要说点什么，这一拍上又没办法讲了。这每次都是这样子。其实有时候是会写好一个脚本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开拍的时候就没办法，每次都是没办法按照所写好的东西去叙述。为什么这么难？真是看来要报个培训班什么的，接受一下专业训练，怎么样在镜头面前侃侃而谈才行。真的没办法。哎，刚才我已经都捋清楚了要说什么了，现在一句也说不了。为什么？虽然早上热得够呛，但是到了晚上其实还是有点凉凉的。现在可能大概就18到20度左右吧。回去了啊。向右转。今天晒了一天，然后回来以后敷了一颗补水面膜。蓝套新的这个住宿也是挺大的一个普通的民宅，被我弄得有点乱。然后它的洗手间很大，没办法去，所以就只能改变计划啦。
向